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my。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总结了5双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球鞋合集。那首先第一双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之前在 Essence 8折入手的 Salomon 的这双球鞋，它是 Speedverse 这个型号。那这个型号呢，就比起更火的那个 XT6，它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后呢，我待会儿也会跟大家聊到 XT6 那个型号，也是属于比较不容易撞款的一个型号吧，是很简单很干净的这种黑白配色，这边中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灰色的一些透气的一些设计，大概有6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效果，所以穿上去呢是会把你的小腿的比例拉长的，所以这一双鞋子我觉得对于小个子来讲还挺友好的，穿着方面的舒适感呢非常的棒。它虽然说有比较厚的这种增高的底，但是因为它的材质选得非常的好，就是整个鞋子的重量呢很轻，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额外的负担感。前面这一排这些灰色的地方都是做了一些看不出来的透气孔，它穿上去也不会闷，在夏天走路的时候呢，爬山也觉得还好。脚踝的这块啊，做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包裹，我穿着它大概去走了3、4回的 trail 吧，有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路啊，石子路啊，你可能脚踝会这样扭一下什么的，但是它都能给你很好的支撑，去防止你的脚踝扭伤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非常非常适合户外。鞋底呢是做了他们家很经典招牌的这种锯齿形状的防滑鞋底，比较滑呀，比较泥泞的路的时候呢，它确实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但这双鞋子我目前穿下来，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不好吧，就我挑不出来什么缺点，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底下这一圈白色，它如果被土染黄了之后呢，它很难再回到那种很干净的白色的情况。我每一次走完 trail 回来，就是不是都会有土嘛，我就会拿湿巾稍微的把它擦一遍，就可以极大程度上去解决它变黄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也不可避免的，这种鞋子如果真的是把它拿过来去爬山的话，它长久下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痕迹存在的。他们家的鞋子都是用这种很方便懒人的这种抽绳式的鞋带，所以你就这样一抽就好了。然后我现在手上2双这个 Salomon 的鞋子，他们的这个鞋带哈都是可以给它藏进去的。这个选择好你要的长度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前面这块鞋带，这里边有做了一个小小的网兜，它就可以把鞋带兜住。那这样一整双鞋子它就不会有鞋带晃出来的问题，然后也不会说走着走着鞋带就散开了，你需要去系鞋带。所以这双鞋我真的很喜欢，很推荐。目前来讲，它在我这儿是没有缺点的，透气性也好，舒适度也好，都是很棒的一双鞋子。然后由于刚刚那双 Speedverse 非常好穿，我就非常想尝试一下网上很火的型号，就是这双 XT6。那你们看我吊牌还没有拆，我是前段时间在 Matches Fashion 上面原价找到的。那 XT6 它真的非常的火，以至于像我穿的36、37这种码数，在很多网站上都买不到了，坚决不会加价去买任何东西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在找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原价买到的，直到就是我朋友跟我说 Matches Fashion 他们家有 Salomon 这个鞋子，然后还是原价，有36、37，那我买的时候它已经是属于 lost stock 的情况了，我不知道我这支视频出来了之后它还会不会有，但是它的这个 XT6 的白色跟 XT6 的黑色，它的库存呢，对于我这个尺码来讲呢，还是有的，所以我会把链接贴在底下，如果你感兴趣这个型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型号，我的标牌还没有拆，这个呢，我准备退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买小了。因为 Matches Fashion 他们上面呢是标的 UK 的码数，我在换算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而且确实上脚到手了之后，我发现 XT6 这个型号，你要比你平常穿的买一个大半码可能会更宽松、更舒服一点。
准备把这双退掉，去下一个4.5。那其实UK4呢，我应该也是可以穿的，但是我是想要，如果之后去搭配一些袜子什么的，我觉得可能4.5会更适合我的脚。码数说完了之后呢，现在说这双就是 XT6的一个设计吧。它的鞋底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很经典的这种三角标的一个防滑鞋底。那这个鞋底呢，亲测过了，就跟刚刚那双 Speedverse 一样，就它非常的防滑，一些下过雨的山路啊什么，它也不太容易让你滑倒。鞋带的设计呢，也是这种抽绳的鞋带，然后也是可以系完了之后呢，给它藏到这里边的，这也是有一个洞的。所以就这样，整个鞋子的一体性就特别的好。那这一双呢是一个冰川白的颜色，它的侧面呢是有 Salomon 的 logo， 然后整个做的是这样的标。最大的颜色的亮点是前面这一块是这种彩色的，那黑色的也是，就是全黑，再配上这样一个彩条。我个人觉得这个彩条呢非常的好看，然后也让这一双纯白的鞋子稍微有趣了一点，比较适合夏天。这一双鞋子呢，我觉得这个配色是非常适合你想要尝试这种户外鞋，但是你又不想太过于花里胡哨，你想让它尽量的就是很好的偷摸摸的去跟你的很多衣服去融合的这么一个配色，就很低调，对吧？侧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双正常的运动鞋。然后呢，我上脚试了，它虽然说有一点点紧，但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裹感也是很好的。它这一块的它的脚踝这块的海绵缓冲填的比较多，侧面也是填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就会需要我去买大半码或者一码。如果你有在找这种户外运动鞋的话，可以去 Matches Fashion 上面看一下，它现在码还是全的。那提到球鞋啊、运动鞋，大家绝对会想到的一个牌子就是 New Balance。New Balance 从我上初高中的时候火，一直火到现在了，它这个风一直是没有下去过。那我个人呢也非常能理解，因为它的价格也还可以，然后它的选择非常的多，然后包括配色什么的，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你想要的款式跟配色。那 New Balance 呢，我有2双要跟大家分享的，2个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首先是这一双上一期购物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 New Balance 的990 V5这一个灰色的有点偏老爹鞋的球鞋。这一双鞋子呢，我这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带了它穿，正好呢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怎么讲，新鲜的反馈吧，就是一个上脚的感觉。那先聊一下这个鞋子的本身吧。那 New Balance 990这个系列，它其实是从1982年开始，一直更新到了2022年，总共有6代。那每一代呢，都是从 V1、V2、V3、V4、V5、V6。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最新的是 V6 这个型号，那我这双是 V5。那每一个年代呢，它都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永恒不变的是，它都是偏这种灰色系的，有点比较粗犷一点点的风格。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双呢是 V5，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款式了。我是在 Essence 打折的时候入手的，好像是有一个19% 的 off。那这双 V5 呢，我看中的就是它这个灰色，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双很复古感的灰色运动鞋，那是搭配裙子裤的，或者是稍微酷一点的风格，街头风的时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就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鞋子，你穿出去真的去爬山什么的，它比起刚刚我那双黑白配的那双 Speedverse， 它更不容易脏。那这一次呢，我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带上了它。那这一双鞋子呢，我当然就是带过去，然后有走 trail， 因为那会儿就是下了很多天的雨，特别的泥泞，路也不是特别好走。但走下来之后呢，它虽然整双鞋沾满了泥巴，但是看上去呢还是挺干净的。所以这双鞋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在户外的时候穿，而且它一擦就掉了，非常的方便。然后或者是你去旁边踩一踩水坑，抖一下脚，它上面的泥巴跟灰尘基本上就是能去的七七八八了。穿上去的脚感呢也非常的舒服，就是那种有足够的支撑，然后侧边跟脚踝还有后跟的地方都塞了用海绵做一个隔断，所以它整个上脚的一个包裹感呢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走起路来呢也是不会累的，自重没有说特别特别的重，但相比起 Salomon 的 Speedverse， 它还是有一丢丢重量在里面，但是我觉得算是非常的
轻了，比起我之前穿过的运动鞋哈。鞋底呢也比较的防滑，所以呢这双算是一个比较适合爬山的鞋子，它全方面都用这种软垫做隔断，那有了包裹性跟支撑性的同时呢，它就会牺牲掉一点点透气性，所以它的一个透气性不是特别的好。如果很热的天气穿它呢，一定会流汗的啊，这可能就是我觉得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吧。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双 New Balance 呢，就是我之前在胶囊衣橱视频里边跟大家分享过的480。那480这一款呢，它有非常多的配色，它的整体造型呢比较偏滑板鞋。就你们可以看到底是平的，比较能贴合地面，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足弓支撑。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跟990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搭配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穿一个可爱的小裙子，或者是想要走一个偏名媛风，上面穿一个小香风套装之类的粗花呢，那这双鞋子呢480就可以去跟它与之搭配。那我最近看到 Essence 它有在打折，大概打完折下来60、65刀左右就能买到这双鞋子，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所以如果你有在找一双这种板鞋，然后它存在感很低、很好搭的这种小白鞋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480。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 Altree 这双熊猫鞋。Altree 这个品牌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牌子，就是它侧面有一个美国国旗的标志，加上他们的这个 logo， 就很美式复古风的一双鞋子吧。那这双鞋子呢，它有2个版本，它有一个牛皮版，有一个羊皮版。那我手上拿的这双呢是一个牛皮版本，那牛皮版本的鞋带呢就是这种偏米色的，羊皮版本的就是纯白色的。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牛皮跟羊皮的鞋子在我脚上呢都是还可以，不会说有硌脚的问题。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像这种鞋子会有硌脚的问题，你可以去入手羊皮版的，可能会更柔软一点。但相对于这样的话呢，羊皮的它可能也会不那么的耐穿，它可能会比较娇贵一点点。当时看到这双有折扣，就入了这个黑白配色，就还蛮多配色可以选择的。然后上脚了之后呢，就是这个鞋型呢，我觉得非常适合一类脚型的，就是宽脚的人。那如果你的脚呢是这一块比较宽的话，这个鞋子呢，它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包裹住，就不会说让你有挤脚的问题存在。那重量呢，也是比刚刚那些都要稍微重一点点的，但是我觉得还好，不会说影响我走路啊什么的。那牛皮的版本呢，我也是有直接就穿了袜子，就没有穿长袜穿出去过。它的脚踝这儿呢，我觉得还可以，不会说硌脚。脚后跟这一块呢，也做了一点点的垫子，而且也是这种皮包裹的，所以它不会有拉脚踝的问题存在。它的形状呢，跟 Nike 的空军1号有一点点像，但比起 Nike 的空军1号，它的量感要小很多，而且没有那么的夸张，会比较适合日常的穿着。最后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Adidas Samba 这双鞋子。然后 Samba 这双鞋子呢，我这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带它了，所以呢，有一些穿着上面的反馈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先来聊一下鞋子本身吧。鞋子本身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配色，我这双是黑色，然后它的底呢是这种橡胶底，侧面呢是3道杠，这是 Adidas 的一个经典 logo。鞋头这一块呢是做了一个麂皮的一个拼接哈，鞋子呢没有高度，就是很平的一双鞋子。那这个桑巴呢，它有2个问题，首先就是它的底非常的不防滑，鞋带比较粗嘛，所以它就很容易散开，走着你的鞋带就会掉了，所以这就是2个我觉得它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吧。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接受这2个缺点的话，就可以去试一下桑巴。那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呢，我会更推荐 Maison Margiela 那一双鞋子，它就不会有刚刚说到的那2个缺点。好，那以上呢就是5双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现在手头上有的也是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5双球鞋。那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双，然后有没有哪一双种草到你有被烧到想要入手的呢？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然后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你们看得开心。那我是 A 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